你相信宇宙是被造的，还是随机碰撞出来的？你听过无限猴子定理吗？就是让一只猴子随机的打字，只要时间足够多，几乎必然可以打出莎士比亚全集。爱因斯坦不相信宇宙及万物都是随机的，他说：上帝不会掷骰子。这句话是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，是他在20世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爱因斯坦和波尔大论战中，爱因斯坦用来反驳波尔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Lydia。上帝在宇宙中摆放了日月星辰，又在地球上创造了动植物。第6天接近尾声的最后时刻是高光时刻，是上帝创造全过程的高潮，我们人类就要登场了。还记得上帝之前创造的程序吗？神说，是就这样成了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几日？上帝造人还是延续这个程序，但有3点不同。第一，之前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；要有植物、光体、鱼、鸟、动物，说有就有了。但是造人的时候呢，上帝没有简单的说要有人就有了人，而是先跟他旁边的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上帝身边有谁呢？我们指谁呢？有人猜测可能上帝的身边有天使，也有人说可能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总之，上帝在这里没有明确交代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指谁。圣经虽然历经数千年，无数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，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是人所不能参透的奥秘，恐怕只有等见到上帝的时候才知道了。第2点不同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但上帝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呢？上帝是个灵，那应该不是肉体上的形象，是指人有着上帝灵性方面的属性吗？包括智慧、理性、智力、秩序、自由意志、伦理道德、是非观念，能沟通，能创造，有超越动物本能的情感本性，还有对永恒的向往。的确，古往今来，人不断地追求长生不老，不断地寻找神，甚至想自己自称为神。所以我们说，人是万物之灵。对于一些道德行为高尚的人，我们常说他们彰显出了人性的光辉。人的身上有人性的光辉，实际上就是肉体之外神性的那一面。上帝的形象和样式，也许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。如果上帝有物质形象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人类这个样子的。旧约中的上帝和天使经常以人的形象出现，新约中的耶稣基督更是神取了人的样子。第3点不同，上帝创造其他动植物的时候没有赋予责任，但是给人赋予了重任，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所有地上的一切都在人的管理之下。好像人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可见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是同等的。上帝又祝福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地球上的一切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活物。这些活物靠什么为生呢？别担心，上帝自有供应。他把地上一切的蔬菜和一切树上的果子全部赐给人做食物，又把青草赐给其他的走兽和飞鸟做食物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原来那个时候人只吃蔬菜和果子，动物只吃青草，都是吃素的呀。前5天半的工作是上帝为人类预备一个家，上帝对他所造的都说好 good， 重复了6次。第6天人造好之后，上帝的创造全部结束了。这次上帝觉得一切都非常好 very good。 从这6天的创造中不难看出，人是上帝创造计划中的焦点，是上帝创造的高峰。人具备上帝的形象和样式，在地上代表上帝的尊贵地位，与其他动物有本质的区别。第6天结束了，天地万物也都造齐了。到第7天，上帝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毕，
就在第7天休息了，或者说安息了，并把第7日定为圣日，就是这一天不可工作，要休息，并把这一天用来敬拜上帝。人需要休息，是因为人有肉体会疲倦，上帝不会疲乏困倦，他的安息是因为创造完成了，他从此不再从无到有创造新的东西。第7天的安息给前面6天的创造画上了完美的句号，因为他创造的是结种子的植物和能繁殖的动物和人，因此他不需要不断的创造，这些也能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宇宙如此奇妙，地球上的动植物和人类也是美妙无比。有人说这一切都是随机碰撞出来的，没有上帝。你听过无限猴子定理吗？这是法国数学家伯雷尔论概率的一个例子，意思是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的按键，当按键时间达到无穷多时，几乎必然能够打出任何给定的文字，比如莎士比亚全集。或者说让一堆钢铁发生无数次碰撞，终有一天能碰撞出一架波音747飞机。也就是说，猴子精确地通过键盘敲打出一部完整的作品，或者钢铁碰撞出一架波音747飞机，在宇宙的生命周期中发生的概率虽然是极其低的，但并不是零。有人因此而推断出，随机碰撞出一个如此精妙完美、有规律、有秩序的宇宙不是不可能的。我想说，相信这个说法比相信上帝创造宇宙需要更大的信心啊！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坚信，宇宙及万物不可能是随机的，上帝不会掷骰子，应该是爱因斯坦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了。这句话是爱因斯坦用来反驳物理学家波尔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的。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论战是20世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段争论。波尔是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，创立了量子力学。量子力学把随机性看作是宇宙的基本属性，在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中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所有的事情都要看概率。这种概率性的解释是爱因斯坦无法接受的，因此他反驳波尔说，上帝不会掷骰子。爱因斯坦认为世界必定遵守一定的规则或者秩序，它应该是清晰的、明确的。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够了解微观粒子随机出现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些隐变量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和探明，仍然害羞地隐藏在万物自身之中。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隐变量，微观世界就不是随机的了。面对爱因斯坦的反驳，波尔也反击道：“爱因斯坦，你不要指挥上帝该怎么做。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哥本哈根解释确实是主流的理论，但近些年的一些实验发现，这个解释也是有瑕疵的。始于1927年的大辩论，虽然主角们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争论至今仍然非常活跃，所以其实量子力学理论如今还在发展和完善。这个关于宇宙本质的交锋，不仅仅是科学的对决，也是两种哲学的冲突。是谁曾经说过，科学无非是寻找宇宙被造过程中留下的指纹而已。不过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是一个随意掷骰子的上帝，他是有目的、有秩序、有计划的神。上帝用简单的文字告诉我们，只有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日月星辰、天空海洋、时间气候、动物植物、人都是被造物，不要崇拜他们，而只应当敬拜创造他们的造物主上帝。像什么太阳神、月亮神、天神、雷神、海神，我们人、伟人，人用木头、石头造的各种偶像等等，都是被造物，他们都不是神。看完这一集，我想你大概会问自己，我相信圣经上讲的这些创造吗？我是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呢？没关系，我邀请你继续往下听，去质疑、去考证、去探索。如果我们人类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他应该也会喜欢我们用他赋予我们的理性
去质疑、考证、探索，而不是盲从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打个小铃铛。我是 Lydia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